房车的顶置空调是特别耗电的。大中午的时候，经过实际的测试，它只用了10%的电，变频的，连续开个1-2天是没有太大的问题。这一台车用电的故事。Hello 啊，大家好，我是花爸爸。今天这一期呢，主要想跟大家讲一讲这一台车用电的故事。我们第一晚去到驻车地，其实室外的温度呢并不高，大概20几度吧。但是因为在室内我们睡觉的时候呢，为了一定的隐私性，所以我们就把我们的车窗啊等等那些都关起来，这样子呢就导致到我们车内的一个空气的流通并不太好。那这个情况下呢，我就选择了开空调。但是因为我们的空调，我们上面头顶上这个空调呢，它是一个顶置的房车空调。那我们应该都知道啊，房车的顶置空调是特别耗电的。根据我之前的使用经验呢，大概800安时的锂电，大概也就是7到8个小时。因为这台毕竟是一台租赁车，所以呢，我对车里面的一些配饰的一些性能上呢不太了解。但是因为这一台车它应该是一个变频的顶置空调，所以呢，它会在温度到达一定情况下呢，它的那个功效会降得比较低，大概可能是100多瓦。制冷的一个过程中呢，大概是1200瓦。所以呢，因为当天我们温度也不高嘛，所以我把空调的温度调到26度，大概那个时候是晚上的10点多钟吧，然后一直开到第二天的8点多，它只用了10%的电，这个呢是有点出于我的意料之中。所以呢，其实现在的顶置空调它的一个功能性其实并不会比家用空调差太多，但当然了，如果我们在一个比较高温的一个天气下去进行的话呢，那可能就另当别论了。那么明天早上呢，我希望等到我们的大中午的时候，来给大家实际的测试一下，看看整体的一个效能够去到哪里。那么现在呢是中午的时间，空调呢我开的是23度，它就是在一个制冷的一个过程中。现在是空调制冷的时候，它的一个功耗1.2千瓦，还剩下500安时的锂电，大概可以运行5个小时。那么现在我把温度调到28，没反应。那么现在呢，我已经把温度调到28度了，它已经停止制冷，就是在一个送风的状态。那么呢，实时功耗就往下降了，降到110千瓦，那么可以续航的一个时间就非常久了，差不多60个小时。那么刚刚大家看到的呢，就是一个空调实时的一个开关跟制冷的一个实时功耗。在我们租车的第一天晚上呢，我是整晚上都开着空调的。当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呢，其实我一直挺担心，如果我一整晚开空调的话，会不会突然间到第二天晚上电就用光了？但经过实际的测试，因为它是一个变频的一个顶置空调，所以呢，我开了一晚上的空调呢，大概只用了大概10%的电不到。但当然了，因为我们室外的温度也不高，但是按照现在的一个大中午的一个情况，广州这边的温度大概是30度，然后我们开启这个空调，如果调到26或者27，它在一个启动和停止的一个状态下呢，去持续运行的话呢，我相信它的那个效能还是挺高的。一个800安时的锂电，我应该正常那么个开个1-2天，我指的是连续开个1-2天是没有太大的问题。